顾莫宁，我们分手吧。苏云溪，我是你的备胎吗？备胎？你配吗？我是苏氏集团的大小姐，以后是要跟豪门联姻的。你凭什么以为我真能看上你？苏云溪，你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会努力。顾莫宁，你太天真了，你努力一辈子的终点，也到不了我的起点。我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请你不要再纠缠我，请你不要再纠缠我。莫宁，对不起，前段时间我父母意外离世，二叔一家为了争夺家产不择手段，现在我身边太危险了，为了不连累你，我们必须分开。诺兰先生来了。诺兰先生，您身为华尔街的传奇投资人，请问这次回国打算停留多久？要紧，要紧！堂姐，等等我。苏云溪，你一个瞎子在我们家白吃白喝了6年，现在还妄想跟我去见诺兰先生，真是痴心妄想！闪开！求见诺兰先生的机会千载难逢，我没空跟你浪费时间，你自己在这儿待着吧。堂姐，你别走。苏云溪，请问您是靠着什么样的信念，在6年内实现身家100亿目标的？当然是靠着对一个人的恨意。诺兰先生究竟是什么人，能让您恨了整整6年？顾总，苏云溪，她怎么在这儿？您不会旧情难忘，还惦记着她吧？你想多了，我对他只有恨意。小心！如果离别是为了能再见一面，爱是想念后的抛弃。谢谢你。眼睛不好还到处乱闯，知不知道这样会妨碍交通，给人添乱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苏云溪，6年不见，你当年的骄傲哪儿去了？成了这副模样，让我连怨恨都显得多余。洽谈会快开始了，进去吧。刚刚是谁在说苏云溪怎样都与他无关的？这么紧张他，还说不是旧情难忘？我做好事，扶残疾人过马路，不行吗？你就嘴硬吧你！放心，我就算惦记你家的狗，都不会再惦记他。诺兰先生，我是苏氏集团的苏云魔，方便加个联系方式吗？不好意思，有事请联系我助理。你好，需要帮助吗？你好，请问洗手间在哪里？请跟我来。好，谢谢。我去下洗手间。好痛！谁？别动，小心留疤。好痛！苏云溪，上个土育课而已，怎么这么不小心？哎呀！别动，小心留疤。时隔多年又坐在一起，依旧像未曾分离那样亲密。莫宁，关于你都说了，你认错人了。关于你是啊，他怎么可能是莫宁呢？莫宁那么骄傲的人，6年前被我那样践踏自尊，如果我们相遇，他只会头也不回的离开吧。对不起，还有，谢谢你。请问我要怎么称呼你？这不重要。老顾啊，你这桃花运可真旺！刚刚你走后，10几个老总拐着弯跟我打听，问你有没有联姻的欲望呢？告诉他们，我没兴趣。这些老总可都是身价不菲的人物，能在国内给你增添不少助力，你真的不考虑？我经手的投资没有不成功的，需要靠联姻助力吗？那倒也是。哎，你们别看苏云溪瞎了，勾人的本事可不减当年。最近吴氏的吴总可是愿意用1000万的项目换取跟苏云溪联姻呢。
吴氏的吴总，我记得他已经60岁了吧？反正他又看不见，对方是老是少，有什么区别？是啊，苏云溪都瞎了，有人要就不错了。苏云墨，方不方便引荐一下令尊？诺兰先生，你找我爸有什么事吗？我近来正考虑联姻，现在觉得苏氏就很合适。老顾，1分钟前是谁在说对莲烟没兴趣？话多了。你才第一次见苏云墨。苏云墨，这可是诺蛮先生啊！你再不答应，我可就去了啊！我愿意，诺蛮先生，我现在就带你去见我爸。请。诺兰先生，幸会幸会。云总，我有意和苏家联姻，这份5000万的项目合约是我的诚意。诺兰先生年少有为，把女儿托付给你，我很放心。这门婚事我同意了。小莫，你可真是出息了，出门一趟就带回来一个金龟婿。妈，诺兰先生，那咱们商量一下，你和苏云墨的婚期。小莫，你想什么时候出嫁？我觉得秋天就很合适，不冷不热，正好办草坪婚礼。你们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跟苏云墨结婚？这，刚刚不是你亲口说要跟苏家联姻吗？我是要跟苏家联姻没错，但联姻的对象是苏云溪。苏云溪，你怎么会看上他？就是啊，诺兰先生，苏云溪是我们那早死的大哥的女儿，她就是个瞎子，什么都做不了。你要联姻，还是苏云墨更合适啊？既然你们不同意，那这份合约作废。等等，同意？怎么不同意？苏云溪是我侄女，她有这么好的归宿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爸，闭嘴！这可是5000万的合约，你们谁都不许破坏。既然已经达成共识，那就让苏云溪准备一下，我明天来接她。老顾啊，老顾，看来你确实不是旧情难忘，你压根是情根深重，无法自拔。我娶她只是为了报复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嫌他瞎了还不够，故意把人要过来关在屋里继续折磨。老顾，你好变态！苏连成，诺兰可是身家100亿的天才投资人，你怎么能让苏云溪嫁给他？行了，你们真以为诺林会娶她？爸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他嘴上说是联姻，但婚礼的半句没提，无媒无聘就要把人接走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们还看不出来？难道说他只是看上了苏云溪那张脸，想跟他玩玩？这还用问？哪个正常人会娶一个瞎子？更何况有钱有权的男人怎么可能吃亏？这倒也是。算了，不管怎么说，拿一个苏云溪换5000万也不亏。苏云溪，小希，既然你都听到了，那我就直说了。我们苏氏集团经营不善，需要联姻自救，你今晚收拾一下，明天有人接你。不，我不同意。苏云溪，你爸妈死后，我们收留你在家白吃白喝6年，你也是时候该回报苏家了。没错，自从你眼瞎后，公司是我们在操心，平时花销是我们供应，你总不能一辈子赖在家里吃白饭吧？你们养我，明明这栋别墅还有整个苏氏集团都是我父母留给我的，如果看不惯我，你们怎么不从这里搬出去？苏云溪，我是你二叔，这就是你跟长辈说话的态度。你都要把我卖了，还要求我把你当长辈？苏云溪，你确定不嫁？我哪儿也不去。你别忘了，你亲弟弟还在国外上学呢。你说国外那么乱，他未成年还孤零零一个人，如果我断了他的释放费，他万一出个什么意外，那可怎么办呢？你们威胁我？好侄女，我们是在劝你啊，作为晚辈还是听话点好。我已经瞎了，我不能再让弟弟出什么意外。好，我嫁。老顾，一会儿送你和嫂子去领证。不着急，先去医院。哟，这么上心，刚接到人就带去医院做检查。你想多了，他一个盲人又寄人篱下，谁知道这些年有过什么乱七八糟的经历？我带他来体检，是防止他有什么病。这个人竟然是这么看我的，他是谁？既然这么看不起我，又为什么要娶我？这种屈辱，早在答应联姻的时候，我就该预料到了，不是吗？嫂子，上车。时隔多年又走在一起，笑什么？我笑某些人明明在意的不行，还偏偏要嘴硬。未曾随你怎么说。
苏云溪，如果你知道你嫁给了自己当初最看不起的人，你会是什么表情？不过我不会让你这么早知道真相的，这场游戏才刚刚开始。能感觉到光线吗？不能。顾先生，请跟我来。顾先生，病人目前是完全失明的状态，情况不太乐观。有复明的可能吗？具体情况需要等详细检查报告出来，再进一步探讨研究。好，麻烦你了。别客气，应该的。这个人带我来医院是想给我治眼睛，他好像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糟。检查没什么问题，走吧。我怎么称呼你？诺兰。诺兰？你是那个华尔街回来的著名投资人？是我。可是你这么厉害的人物，为什么会娶我？诺兰，你的中文名字是什么？你不需要知道。为什么他给我的感觉那么像莫宁？我最近真是疯了，怎么总是把别人认成莫宁呢？我明知道莫宁不会出现的。备胎吗？我是苏氏集团的大小姐，以后是要跟豪门联姻的，你凭什么以为我真能看上你？苏雨溪，我终究还是得到你了，以这种不堪的方式。苏云溪，虽然我会娶你，但我不养闲人。你要认清自己的身份，尽到做妻子的义务。什么义务？现在给我换鞋。诺兰先生，连换鞋都做不好，动作这么慢，还不过来？我这就来。Feeling rushes over me, spilling my heart into the field. I know it, I will be yours. 放开我！怎么不愿意？没有。6年了，苏云溪，这些年你有没有哪怕1秒钟后悔过当年的选择？听说你眼睛没瞎的时候，在高中谈过一个男朋友，你对我这么抗拒，难道是还惦记着他？最后一题了，别管炫子了，管管我吧。怎么管？我和莫宁的过去，诺兰怎么会知道？难道他得到我不够，还想找莫宁麻烦？时间太久远了，那个人长什么样子，我都记不清了。记不清了。顾默宁，你可真是自取其辱。6年前他已经明明白白告诉过你，从来没有在意过你，你又何必多此一问？诺兰他昨晚什么都没做，他到底是谁？究竟为什么会娶我？有人吗？太太，您醒了，我是家里的佣人，您叫我王妈就行。王妈，你知道诺兰先生的中文名字叫什么吗？这先生，我听徐浩先生说，太太是您的初恋。不是初恋，是仇人。王妈，我不打算让他知道我的身份，你在家不许跟他提起我的中文名字。太太，先生的中文名我也不太清楚，不过我看着先生他是很在意你的。在意？怎么可能？嫌弃还差不多，也不知道他娶我到底有什么目的。太太，你的行李我来整理一下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。卷子，你满眼都是卷子，都没有我了。哪有？顾默宁，你已经是年级第1了，为什么还要参加这么多竞赛？喏，送你的。劳伦斯设计的新款手链，你哪来的钱买这个？竞赛第1名的奖金。原来你参加竞赛
是为了给我买这个？不然呢？顾莫宁，离了你还有谁会这么惯着我啊？我这辈子都离不开你了。莫宁，你那么优秀，现在一定生活得很好吧？而我只能依靠这些回忆撑过往后的无尽黑暗了。你在干什么？没什么。哭了？你一个瞎子，跟着我有什么好委屈的？如果诺兰先生你愿意放我自由，我感激不尽。放你自由？你是想流浪街头吗？你以为你二叔还会接纳你？那就不劳你费心了。别整天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。我花5000万把你娶回来，不是为了看你这张哭丧脸的。既然这么看不穿我，你又何必要和我联姻？堂堂诺兰先生有那么多富家千金可以选择，为什么偏偏要选我这个废人？你到底是谁？有什么目的？你没有发问的权利。如果连这些最基本的信息你都不愿坦诚，那请你现在就退婚。退婚？你做梦！如果说以前你还有选择的余地，那现在是我说了算。诺兰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这样羞辱我？顾莫宁，顾莫宁，你在家吗？顾莫宁，顾莫宁，你怎么不回我消息？有了媳妇儿忘了兄弟是吧？诺兰，你是顾莫宁？谁让你喊我名字的？赶紧给我想办法约回去。啊，我刚刚说的是古德猫宁。早上好，嫂子，顾莫宁是谁啊？不重要，刚刚是我听错了。我去公司了，你自己在家待着。苏云溪，你不要再发神经了。诺兰这样的著名投资人，怎么可能是莫宁？对不起，先生。没关系，你去忙吧。太太，我下楼去扔一下垃圾，马上回来。好。谁的手机？王妈，送套西装到别墅区大门，尽快。王妈不在，可诺兰好像很着急。你要认清自己的身份，尽到做妻子的义务。干什么啊？走路不长眼？哟，还真没长眼。对不起，请问别墅区大门是这个方向吗？小瞎子长得倒是标致，既然是瞎子，那岂不是我做了什么，事后他都没法指认？别墅区大门，来，上车，哥哥带你去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过去。现在说不用，晚了。刚才可是你主动招惹我的。王妈。先生，我刚刚出门扔垃圾，回来就发现太太不见了。什么？我没有，你放开我！救命！有没有人啊？闭嘴！你谁啊你？我警告你，别多管闲事啊！滚！苏云溪，你眼睛不好，脑子也不好吗？家里是盛不下你吗？为什么非得跑出来添乱？诺兰，是啊，是我错了。我竟然没有意识到自己连送衣服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好。你是来给我送衣服的？太太，先生。王妈，看好太太，今天的事不能再发生。好的，先生。眼睛不好，还到处乱闯。自从你眼瞎后，公司是我们在操心，平时花销是我们供应，你总不能一辈子赖在家里吃白饭吧？苏云溪，你眼睛不好，脑子也不好吗？家里是盛不下你吗？为什么非得跑出来添乱？莫宁，我现在真的好没用啊！谁？姐，是我，
家里2个月没给打我生活费了，你能不能帮我问问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云舟，你别急，或许是家里忘了，我去提醒一下二叔。二叔，我是苏云溪，我想问下云舟的生活费。家里的账不归我管，你问你堂姐。堂姐，我是苏云溪，为什么这2个月家里都没给云舟打生活费？苏云溪，你有没有搞错？你亲弟弟的生活费凭什么要我们出？你都嫁出去了，问你男人要钱啊？苏云墨，你别忘了，我和弟弟才是苏氏集团的合法继承人，你家现在只是代为管理而已。哦，那就更没办法了。苏氏经营不善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反正没有钱分给你。苏云墨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我过分？是你过分吧？一个瞎眼的废人，对苏氏毫无贡献，还好意思要钱？呸！苏云墨，太太呢？太太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一整天都没出来。我去看看。莫宁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好像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。苏云溪，诺兰，我想求你件事，你能不能给我转点钱？我有急用。顾莫宁，你太天真了，你努力一辈子的终点也到不了我的起点，我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请你不要再纠缠我了。求我？怎么求我？我说过，我娶你不是为了整天看你哭丧着脸的。那这样可以吗？你早点睡吧。为什么我这么没用？为什么我什么都做不好？莫宁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。王妈，先生，今天太太在家，又遇到什么事吗？先生，你刚进门我就想说了，下午我听到太太接电话，好像提到了弟弟的生活费。他弟弟，我知道了。姐，我收到生活费了，不过这次的转账人怎么叫诺兰？钱还特别多，是平时的3倍呢。诺兰，没事儿，收到转账就好。云舟，你在国外要照顾好自己。放心吧，姐。诺兰，怎么了？我给你做了早饭。我弟弟的事，谢谢你。不用谢我，我说过了，不养闲人，这忙可不是白帮的。你还需要我做什么事？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都愿意去做。先生，太太她本来就看不见，又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长时间下去，这心里一定会生病的。如果您有空，还是多陪陪她，带她出门转转吧。我今晚要参加一场晚宴，你陪我出席。晚宴，我眼盲后，每次参加晚宴都会弄得很狼狈。不过，既然是诺兰的要求，好。礼服我会让人送来，晚上我回来接你。老顾，有份文件需要你签字。哟，家里有人就是不一样哦，今天都带上爱心早餐了。我根本不想带，但苏云溪起了个大早，做好硬要写给我，看他那么诚心，也只好勉为其难的收下了。在我面前还装呢你，既然这么不情愿，不如我替你吃。想吃？找你老婆去。哦，我忘了，你没有老婆。老顾，你太过分了，竟然下人诛心！我都忘了，苏云溪看不见，做饭很难掌握火候。等会儿我帮你扔了吧，这根本不能吃。谁说不能吃？我就喜欢3分熟。唉，没救了，你这辈子算是彻底在苏云溪手里了。这次参加晚宴，不知道又会遇上什么麻烦。如果我给诺兰丢人该怎么办？先生，你回来了。
诺兰。哦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走吧。好。我们到了。苏云溪，你怎么穿成这样啊？出门前也不照照镜子。哎呀，我忘了，你就算照镜子，也什么都看不见呢。呀，我们挡路了，妹妹，快往旁边让让。苏云溪，我要是你啊，就乖乖待在家里，不出来丢人现眼了。诺兰先生，你来啦！哎呦，这位子，你来了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太太苏云溪。您太太可真是漂亮大方。没错，你们两个站一起，看起来简直天生一对。诺兰先生好福气。这次竟然没有人嘲笑我，谢谢大家。不是说诺兰只是跟苏云溪玩玩而已吗？是啊，这怎么还公开带出来了？走，我们找苏云溪叙叙旧去。诺兰，公司有个项目需要紧急决策。知道了。苏云溪，坐在这里不要动，我马上回来。好。哟，这不是我妹妹苏云溪吗？都瞎了还要出席宴会，还穿得这么招摇，是多怕你男人被别人勾走啊？苏云墨，没错，是我。苏云溪，亏你之前还装的一副矜持自重模样，没想到这才几天就原形毕露了。哎，苏云溪这种一无是处的瞎子，也就只能靠谄媚男人讨生活了。就是不知道他能让诺兰先生新鲜几天。你们，我确实是求了诺兰，才解决了弟弟生活费的问题。他们说的没错，我现在就是百无一用，废人一个。我和我太太的关系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们评头论足了？诺兰先生，苏云墨小姐，如果你们苏家对我太太不满，我可以撤销双方的合作项目，咱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两不相干。取消合作？那可是5000万的项目，如果因为我而被搞黄，我妈会打死我的。没有，我们没有不满。诺兰先生，你千万不要撤销项目啊！我太太被你们当众羞辱，我凭什么跟你们继续合作？诺兰先生，我们只是跟妹妹开个玩笑，如果你不喜欢，我们以后再也不多嘴了。玩笑？但我诺兰说的话，可没有半句玩笑。对不起，诺兰先生，我错了，求您原谅我吧。还不赶紧道歉？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你们该道歉的人不是我。小溪，我以后再也不乱说话了，你别跟堂姐计较好吗？你们离我远点。好，只要你原谅堂姐，堂姐这就走。还不快滚！谢谢你。你好歹是我诺兰的妻子，有人欺负你，你就不知道反抗吗？我不是没反抗过，只是一个瞎子的反抗能有什么用？那你记住，有人欺负你，就等于不给我诺兰脸面，你给我硬气点，听到没有？诺兰看似态度恶劣，但从来没有真正伤害过我，相反，他其实一直在帮我。我记住了。那是苏云溪。云溪，真的是你？不好意思，你是？我是陆昭，小时候住在你隔壁，跟你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直到初中才出国，走前还答应你一定会回来的那个陆昭，你该不会不记得我了吧？青梅竹马？陆昭，你真的是陆昭？你回国了？没错。其实前些年得知你家里出事时，我就特地回来过，但当时你二叔不让我进门，我就没能见到你。苏云溪，不打算正式介绍一下吗？诺兰，他是陆昭，我父亲世交好友的儿子。你是？我是诺兰，苏云溪的丈夫。云溪，你竟然嫁人了，你还记得吗？小时候我们父母还开玩笑说想给我们递娃娃亲呢。陆先生，苏云溪是我太太，请你说话注意分寸。我们走。等等，诺兰，你怎么了？陆昭他只是我小时候的玩宝而已，备胎，你配吗？我是苏氏集团的大小姐，以后是要跟豪门联姻的，你凭什么以为我真能看上你？完办，
正常的玩伴会拿娃娃亲来开玩笑。如果我没有主动提出娶你，你是不是还眼巴巴的盼着他跟你联姻呢？可你刚刚也听到了，我们很久都没联系了，你究竟在生气什么？我没有生气。真的吗？那我想去问问陆昭、顾叔叔和陆阿姨的近况，可以吗？随你。让你嘴硬，看现在遭报应了吧？哪儿那么多废话？喝酒。诺兰，你喝多了，小心些啊！苏云溪，答应我，不要跟别人联姻，好不好？我已经答应了嫁给你，当然不会再跟别人联姻啊。答应了就不许反悔，也不许再骗我。不反悔。我已经答应了嫁给你，当然不会再跟别人联姻啊。答应了就不许反悔，也不许再骗我。不反悔。爸，你是没看见那个诺兰有多护着苏云溪？我只是说了苏云溪几句，他就威胁要取消合作项目，逼我当众道歉。这个苏云溪竟然能让诺兰这么上心，我还真是小看了他。爸，这些年因为苏云溪瞎了，咱家才能掌控公司。现在他会不会仗着诺兰撑腰，想回来抢回苏氏？老公，那诺兰可是投资天才，如果他站在苏云溪那边，那咱们可是毫无胜算啊！要我说，当初就不该同意苏云溪嫁人，我们就该把她关在家里一辈子。苏云墨，你明天就去诺兰家，把苏云溪喊回来。太太，你起床了，来，你先坐下，我去端饭。好。先生走前让我转告你，他下午会提前回家，带你去见一位国外回来的眼科专家。眼科专家？我妈，难道我的眼睛还有救？太太，你别紧张，下午见了医生就能知道具体情况了。对了，先生还让我把这张银行卡转交给你，说是太太你无聊时让我陪着你逛街。好，他怎么会对我这么好，好到让我像做梦一样？太太，我去开门。妹妹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离开苏家后，你这日子过得还真是舒坦呢。苏云墨，你来干什么？妹妹，你都很久没有回娘家了，长辈关心你的情况，让我来接你回家吃饭呢。我不去。苏云溪，这次喊你回去是要商量关于你弟弟的事呢。难道你弟弟不要了？你们又想干什么？想知道就跟我回去喽。王妈，怎么了？先生，刚刚太太的堂姐来了家里，把太太带回娘家了。苏家，他们竟敢上门找事！徐浩，帮我备车去苏家。苏云溪，公司有份文件需要你签下名。文件？那我带回去，让人念过内容，再决定是否签署。不用了，直接告诉你也没关系，这是股权转让协议。股权转让协议？你们想夺走我爸妈留给我的股权？你们想夺走我的股权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你都要嫁给诺兰了，苏家的资产就应该交到你二叔手里。我付钱。苏氏是我父母创建的，就算我看不见了，以后也还有我弟弟呢。你弟弟？苏云溪，如果你坚持要把苏氏留给你弟弟，那就别怪我狠心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哼，绊脚石只有被清除的命。苏云溪，我们给你找了诺兰这么好的归宿，已经够对得起你了。这苏氏你就乖乖让出来，我们皆大欢喜，不好吗？小溪啊，二叔保证，只要你签了字，以后我就再也不会为难你和你弟弟了。我该怎么办？弟弟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我不能拿他冒险。还不快签！难道你想让你弟弟跟你一样变成废人吗？苏云溪，诺兰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干什么？谁准你们进来的？别怕，没事了。
你们要苏云溪把持有的所有股权、名下房产全部转移给你们，并且签署1个亿欠款。苏林城，你好大的胃口啊！除了股权，还有房产和1个亿欠款。二叔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顾莫宁，这是我们苏家的事儿，跟你没关系。没错，今天这合约，苏云溪非签不可。苏云溪，我劝你多为你弟弟考虑考虑。苏云溪的弟弟，你们是说云舟吗？你们真以为他还在你们的掌控之下？你什么意思？云舟的电话怎么打不通了？多亏你们见利忘义，不愿给云舟生活费，这才让我查到他在国外的生活有多窘迫。我已经协助他完成转学，云舟日后的动向就不劳你们费心了。苏云墨，谁让你断云舟生活费的？我怎么知道会这样？苏云溪，我们走。诺兰，怎么了？苏云溪，你放心，他们以后再也无法威胁到你了。谢谢你。想感谢我的话，现在就乖乖跟我去医院，好好配合医生治疗。云小姐的眼睛耽搁得太久了，如果是6年前，我还有90%把握让她复明。现在已经没希望了吗？不会的，医生，请务必想想办法。倒也不是没有希望，我亲自手术的话，还是有60%把握的。60%够了。医生，请问什么时候可以手术？越快越好。你今天就可以回家收拾东西，准备住院。最近注意保持心情愉悦，身心放松，不要紧张。好，谢谢医生。来，我再看一下你的眼睛。来，老郭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苏云溪，你就是顾莫宁？顾莫宁，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？等苏云溪手术之后，我会跟他好好聊一聊。你心里有数就好，你们之间的事儿还是尽早说开比较好。放心，我明白。喂，你知道顾莫宁吗？他跟苏云溪以前是什么关系？莫宁，或许你早已忘了我，但我却一直被困在6年前的雨夜，就像毒入骨髓，深入肺腑，无时无刻不在反刍遗憾和苦痛。我以为我这一生的风景将彻底定格在那个夜晚，永远暗无天日。可最近，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人，他脾气有点凶，但却给我带来了转机和希望。莫宁，或许我也是时候从过去中抽离，开始往前走了。需要帮忙吗？哦，不需要，已经收拾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出发。苏云溪家属，请过来一下，有些注意事项需要交代。好，你好好待在这里，我很快回来。诺兰，你回来了。是我，陆昭，我来看看你。陆昭，你怎么来了？云溪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，我必须得告诉你。云溪，你知不知道你跟了一个什么样的男人？我知道啊，他是诺兰，是著名投资人。这几年我经常听到二叔提起他。不，他的身份根本没这么简单。我所讲的全部注意事项都记录在上面了，你们家属多注意些，病人很有希望完全康复。好，谢谢医生，那我回病房去了。去吧。诺兰，他还有什么身份？我最近因为不放心你，特地去查了诺兰，结果发现近些年苏氏集团经营不善，一大半都是他的功劳。这怎么可能呢？诺兰之前跟苏家根本没有任何交集啊！这是真的。近些年苏氏的订单不断流失，而抢走苏氏项目的竞品公司背后都有诺兰在持股操控，只不过你二叔太蠢，一直没有发现。会不会只是巧合呢？如果诺兰想吞并苏氏，那他根本没必要对我这么好。不，他是故意的。云溪，我还查到，他最近给苏氏的5000万订单项目也很有猫腻。我不相信！谁？苏云溪，我是二叔。诺兰给苏氏的订单合约根本没办法完成啊！他要求的货品配方里有一种原料已经被垄断了，苏氏根本没办法按时交货。陆昭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苏云溪，
如果不能按时交货，苏氏是要赔偿天价违约金的。你快去跟诺兰协商一下，让他更改一下条款吧。苏氏可是你爸妈打拼下来的公司，你总不能看着他破产吧？诺兰，我二叔说的都是真的吗？苏云溪，你别着急，这件事我可以解释的。老顾，你可以啊，这些年抢了苏氏这么多单子，正常商业竞争，合法合规。但现在已经不一样了，老顾，苏云溪都被你带回家了，你是不是该收手了？不，我不仅要继续打压苏氏，并且还要加大力度。不是吧？你就不怕万一哪天苏云溪知道了，他跟你闹起来？我这么做是为了能用最小的代价把苏氏彻底收购，然后把它完完整整还给苏云溪。我真是多余操心。苏云溪，你快要手术了，现在情绪不宜激动，你先冷静，我慢慢跟你解释。解释？如果你真的足够坦诚，那你怎么不告诉云溪，你到底是谁呢？顾莫宁。顾莫宁。陆钊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他是顾莫宁。顾莫宁，事到如今你还不承认？你别着急，你想知道的一切我都会告诉你的。我只想知道你到底是不是顾莫宁。是。你是顾莫宁。你既然是顾莫宁，如果这是真的，那你为什么要瞒着我？因为自从你们6年前分手，顾莫宁就怀恨在心。这些年他故意抢苏氏的订单，打压苏氏，甚至跟你联姻，都是为了报复你。这场联姻从头到尾都是一场处心积虑的骗局。事情不是这样的。你放开我！陆钊，苏云溪马上就要手术了，情绪不能激动。你这时候刺激他，难道想让他这辈子都看不见吗？莫宁，顾莫宁，之前商业洽谈会场馆外给我包扎伤口的，是不是你？是我。原来我没有认错人，真的是你。诺兰，你的中文名字是什么？你不需要知道。为什么他给我的感觉那么像莫宁？顾莫宁，你怎么不回我消息？有了媳妇儿忘了兄弟是吧？是我太蠢了，我明明早就该发现的。苏云溪，现在当务之急是你的眼睛。顾莫宁，你要我还怎么相信你？顾莫宁，你想干什么？苏云溪，我是骗了你，但你当初玩弄我真心的时候，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莫宁，你那么优秀，现在一定生活得很好吧？而我只能依靠这些回忆撑过往后的无尽黑暗了。云溪，我真是可笑，原来我当了这么久的小丑。陆钊，求你带我走。好。你还想干什么？别走。放开！苏云溪，老顾，听我句劝，放下吧，别再喜欢苏云溪了。天下好女孩那么多，你何必在苏云溪这棵树上吊死？你让我冷静会儿。不是兄弟，我是真的看不过去了。你可是顾莫宁啊，是短短6年白手起家，从普通学生变成商圈新贵的诺兰。他苏云溪凭什么这么糟践你？放心，教训我已经吃够了，以后我绝不会再犯贱了。类似的话我都不知道听了多少次了，希望这次你真能说到做到吧。莫宁，对不起，前段时间我父母意外离世，二叔一家为了争夺家产不择手段，现在我身边太危险了，为了不连累你，我们必须分开。
顾莫宁，当初我狠心分手，只是为了保护你，没想到却因此让你记恨了6年，还处心积虑出手报复。你不知道真相，我无法恨你，但我从此也不可能爱你。剑，小谢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，陆昭，谢谢你收留我，不然我真要无处可去了。小谢，你跟我还这么见外？你小时候霸占我的床睡午觉，把我赶到沙发上的时候，也没像现在这么客气过。那都是小时候不懂事，现在哪还能这么没礼貌？但是我更希望你变回小时候那样，做个骄傲任性的小公主。已经回不去了。小时候的骄傲和任性是父母的爱护和托举给予的底气，自从他们离世，我就再也没有这种资格了。小谢，对不起。你乱道什么歉啊？我家的事儿跟你又没关系。不，我必须道歉，是我没能在你最艰难的时候第一时间回来帮你，才让你独自承受了这么多年的黑暗。其实有件事我一直瞒着你。什么？我初中时出国，是因为家里生意出了问题，濒临破产。这么大的事，你当时为什么不说？10几岁的男孩子正是最要强的时候，谁会愿意自己喜欢的人看到他最狼狈的样子呢？你在说什么？没错，我从那时候起就已经喜欢你了。6年前得知你出事，我真的很着急，你的电话打不通，我就立刻想办法回国找你。可你二叔拦着不让我见你，那是我家的生意又正值关键期，我不能停留太久。没关系的，谢谢你让我知道这些年还有人还在关心我，我真的很开心。但小希你放心，在这些年的努力下，我家的生意已经重新步入正轨，我和父母以后都会回国定居，我已经有能力照顾你了。小希，以后让我照顾你好吗？陆昭，我刚经历过顾莫宁的事，现在只觉得精疲力尽，已经没有接受新一段感情的心力了。抱歉，是我太着急了。陆昭，你刚刚说顾叔叔和陆阿姨也回国了，他们毕竟是看着我长大的长辈，你有空的话带我去探望一下他们吧。好，那我找时间安排一下。顾莫宁啊，顾莫宁，你简直就是个笑话！明知道人家嫌弃你，还费尽心思想帮他。现在好了，吃力不讨好，人家根本不领情。先生，太太落在医院的东西我都收好带回来了，您看是先放在这里，还是收拾进屋里？扔了。啊？我说，把他的东西全部扔出去。先生，这会不会不太合适啊？太太回来后要是知道了，那她得多难受啊！我妈，我说的话是不管用的吗？对不起，先生，我这就照做。苏一溪，答应我，不要跟别人联姻，好不好？顾莫宁，你能不能出息点儿，不要再想他了。我已经答应了嫁给你，当然不会再跟别人联姻啊。答应了，就不许反悔，也不许再骗我。不反悔。苏云溪，我真是上辈子欠了你的！王妈，王妈，王妈！先生，您找我，我刚扔完太太的东西回来。已经扔了？扔到哪儿了？啊，就在别墅区的垃圾箱那里。你动作怎么这么快？算了，我去捡回来。刚才就劝您不要扔，您不听，现在您又着急跑出去捡，这真是何苦呢？
喂，儿子，你作业好好完成了吗？儿子，你一定要好好学习，知道吗？妈妈看到这边有人在翻垃圾呢，特别可怜。你如果不努力，就是这种下场。需要帮忙吗？哦，不需要，已经收拾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出发。这条手链不是我以前送给他的吗？喏，送你的。劳伦斯设计的新款手链，你哪来的钱买这个？竞赛第1名的奖金。原来你参加竞赛是为了给我买这个，不然呢？顾莫宁，离了你还有谁会这么惯着我啊？我这辈子都离不开你了。这条手链，他为什么还留着？他真的从来都没在意过我吗？徐浩，我们见个面，都有些事情想跟你打听。你别告诉我又是苏云熙的事儿吧？算了，你在家等着，我马上到。徐浩，这些年你一直待在国内，你知不知道6年前苏云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大哥，今天谁跟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惦记苏云熙了？这怎么才不到半天你就又反悔了？我感觉情况不太对。不对，当然不对啊！当初抛弃你的是他苏云熙，后来他家道中落，自己又瞎了眼，差点被嫁给60岁的老头时，是你把他带出火坑的。就这，他今天还跟你发脾气，他凭什么？问题就出在这里，既然他亏欠在先，那为什么他听到我是顾莫宁时，会没有半点心虚恐慌，反而表现得那么伤心？还能因为什么？他早年看不起的人，现在成了高不可攀的存在。他想到自己前段时间对你言听计从，那死去多年的自尊心被唤醒，脸上挂不住了呗。你看这个，怎么了？这不就是一条手链吗？等会儿，这看着怎么这么眼熟？我想起来了，这不是你高中拼命参加竞赛，拿奖金给苏云熙买的手链吗？没错。这东西怎么又回到你手里了？今天在苏云熙行李箱里找到的。不是吧，老顾，你还把苏云熙的东西收拾回来了？手链还我。老顾，这我可真看不下去了。之前你要帮他，我心想苏云熙人都瞎了，怪可怜的。如果听你话，养着就养着了。但今天他可是当众扇了你一巴掌啊！你能忍，我都不能忍了。拿来。老顾，苏云熙这么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你为什么就是放不下？你留着他的东西，不就是还想等他回来吗？徐浩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苏云熙真的从没在意过我，他为什么要保存着这条手链？甚至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谁，过来时都要带着它。说不定是随手保存的战利品，用来回味当年那个学霸校草是怎么付出一切讨他欢心的呢？你别忘了，他眼盲6年了，他看不见后，在苏家连自己都保不住。你觉得他长期保存一条这么小的手镯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吗？那也确实，但是如果他真的在乎你，当初为什么要提分手？我要是知道，我还需要跟你打听6年前的事儿。当初分手后，我很快去了国外，之后对苏云熙的状况一无所知，连他眼盲都是回国后才知道的。但现在我很怀疑，他当初提分手，是不是有什么苦衷？6年前啊，我只记得你出国后不久，就传出了苏云熙家里出事、股权变更的事儿，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人见过苏云熙。过了小半年，等他再出现时，就已经眼盲了。徐浩，派人查苏家6年前的具体情况。这么简单的事儿，为什么不能给苏云熙打个电话，直接问明白呢？他如果愿意说，还会隐瞒6年。再说了，如果真有隐情，你难道要戳他的伤疤？行，知道了，我这就让人查。好了，已经吩咐下去了。不过老顾，作为兄弟，我还是想提醒你，别抱太大希望。如果查出来苏云熙跟你分手没有什么内情，你也不要太受打击。放心吧，我知道。云熙，我跟我爸妈通过电话了，我妈知道你在我这儿后，说一会儿就过来看你。好。是陆阿姨到了吗？你坐着就好，我去开门。妈，算我求你们，看在已逝的云叔叔的份上，今天除了关心小溪，别的都别提，行吗？行了，妈心里有数。
小希啊，让阿姨看看。几年没见，真是越来越漂亮了。陆阿姨，你和顾叔叔这些年还好吗？好，都挺好。来，坐吧。小希啊，阿姨好像听说你前段时间好像跟那个很有名的投资人诺兰订婚了。妈，是，不过后来我发现他有些事情瞒着我，所以就从他那边离开了。小希啊，你现在这个情况，阿姨就直说了吧。你看，你眼睛不方便，这辈子都得仰仗别人照顾。妈，别说了。妈，如果你过来就是为了跟小希说这些，那你还是回家去吧。哼，怎么了？小希现在情况特殊，正是需要建议的时候。我作为长辈，指点她几句，难道不应该吗？小希父母不在了，我说这些也是为了她好啊。陆钊，没事的，我知道，阿姨也是关心我。哼，你看吧，小希现在可比你懂事多了。小希啊，你听阿姨一句劝，你这样的情况已经离不开别人照顾了。诺兰他有钱又年轻，相貌又帅气，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对象，可他偏偏就喜欢你。这么好的缘分，你可得把握住啊！陆阿姨，我和诺兰的事儿并没有那么简单，他并不是真心想跟我在一起的。小希啊，这就是你看不开了。你现在这种情况，还考虑什么真心不真心？你首先要考虑的是怎么好好过完后半生。你听阿姨一句劝，趁现在年轻漂亮，就得想办法抓住诺琳的心。妈，你能不能不要逼他了？现在的年轻人啊，一个两个的都不省心。陆钊，还有你，前段时间我给你介绍的蔡家千金，你们不是见过面了吗？你能不能争气点，赶紧把婚事定下来？妈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对蔡小姐没有任何想法，去见她也只是为了照顾你的面子。怎么，蔡小姐哪里不好了？人家不管是出身还是学历，哪样配不上你？妈，你一定要在这里说这些吗？陆钊，我是你妈，我还能害你？阿姨，陆钊，你们先聊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用不用我带你去？不用了，我已经熟悉路了，自己可以过去的。妈，你进门时是怎么答应我的？当年我们家濒临破产的时候，是云叔叔拉了我们一把。现在小希遇到困难，你不帮忙就算了，怎么能说出那么难听的话？好你个陆钊，你是想说你妈恩将仇报是不是？难道不是吗？你云叔叔是对我们不错，但这并不代表着为了那点恩情，我要把我儿子的一生搭进去。妈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陆钊，就你那点心思，谁看不出来？你不就是想跟苏云熙在一起吗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！我和你爸绝对不会同意的。妈，我已经这么大了，我的事儿我自己会处理。你要是敢跟苏云熙在一起，我和你爸就不认你这个儿子。爸，小希有什么不好的？她小时候你明明那么喜欢她，还提过想跟我们订娃娃亲。小时候的情况跟现在一样吗？那时候苏云熙她是个健康的正常人，现在呢，她是个瞎子，一辈子都需要别人照顾。那又怎么样？我愿意照顾她。妈，6年前小希出事的时候，我明明已经回国了。那时候你们说公司正在发展的关键时候，逼着我离开她。可现在咱们公司已经稳定了，我有能力养她一辈子。养她一辈子？陆钊，我和你爸把你生下来，费尽心思培养你，给你最好的生活和教育，不是为了让你被一个瞎子拖累的。我不认为他是拖累。不是拖累。陆钊，那我问你，如果有一天我们公司再次出现经营难题，他苏云熙能给你提供什么帮助？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，我也不需要小希替我承担任何困难。陆钊，你怎么这么天真？我们家已经险些破产过一次了，你有没有吃够教训？
咱家落魄的时候，有多少目的不纯的人落井下石，又有多少看笑话的闲言碎语，你都不记得了吗？陆钊，你也知道，咱们陆家公司快破产的时候，除了苏家，你舅舅们也尽了全力来帮扶顾氏。假如你爸当初娶的不是我，你觉得咱家还能挺过来吗？那些事儿不都过去了吗？现在公司发展良好，舅舅们的人情我们也回报了，那苏家的恩情呢？我们管过吗？陆钊，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一辈子都不会再有困难的时候。我让你娶蔡小姐，就是因为双方门当户对，你们在一起是对双方家庭长远发展最有利的选择。妈，难道你一定要牺牲我的个人感情，逼我跟一个不喜欢的人在一起吗？我是你的儿子。不，儿子，如果你实在不喜欢蔡小姐，妈可以给你介绍其他家境优富的女孩子，甚至不够门当户对但本身优秀的女孩子，妈妈也可以接受。但是唯独苏云熙绝对不行。你的意思是，除了小溪，其他人都可以？没错，我是这个意思。妈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势利？妈，你这样跟当初那些拜高踩低的人有什么区别？陆钊，我为你付出那么多，你就为了一个苏云熙这么跟妈妈说话的？我说的有错吗？妈，当初咱家落难，除了舅舅，可只有苏家没有对我们落井下石啊。现在苏云熙落难，你就这么对他？因为世道就是这么现实，我可以报恩，我也可以帮苏云熙，但为了你这辈子的安稳，我无法忍受一个人生已经毁掉的人把我儿子也拉入泥潭。陆钊，你别怪妈狠心，我知道苏云熙可怜，她是我从小看大的孩子，我怎么可能不心疼？你自己想想，如果我一开始就不愿意接纳她，6年前我又怎么会同意你回国？既然你也心疼苏云熙，那现在为什么又这么坚决地反对我和她在一起？你知道吗？我已经为苏云熙打破很多底线了。我想过的，就算他父母双亡，家道中落，但他毕竟是富家千金，眼界见识还在，只要他人还好好的，我就愿意接纳他。我都打算好了，把他接到陆家后好好培养，他以后也是可以协助你打理公司的。可谁知道他怎么偏偏就瞎了呢？所以6年前你和我爸知道苏云熙看不见后，立刻催我回去，是这个原因？没错，看在苏云熙父母的面子上，苏云熙哪怕一无所有，我们不介意，但他唯独不可以是个残疾的废物。他这种情况，就算是普通家庭都无法接受，更何况我们陆家。妈，你怎么能这么残忍？6年前是苏云熙最艰难、最需要人支持的时候，就算你不想让我跟他在一起，也不该直接逼我离开吧？你懂什么？6年前苏云熙刚瞎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对他避之不及。你如果在那个时间点出现，那就是他的救命稻草，他怎么可能舍得放手？你怕他缠上我？没错，有的麻烦既然不能沾染，那就从一开始就别碰。6年了，我已经感受过太多人性凉薄，世态炎凉，我以为我已经习惯了，可是现在为什么我还是会这么心痛，这么难过？陆钊，6年前我们不让你出现，其实也是在为苏云熙考虑。既然你们注定没有结果，那索性从一开始就不要给他希望。可是妈，你根本不知道我有多希望我当时能被他缠上。说什么？你给我再说一遍！我说，当初听你们的话离开，是我这些年做过最后悔的事儿。妈，我给你保证，我以后一定努力经营公司，不让你们操心。你就答应我，让我跟苏云熙在一起吧。陆钊，你怎么能这么自私？你有没有想过，苏云熙这种情况，万一你们以后有了孩子，别人会怎么看他？妈妈是个瞎子，你让他在同龄人面前怎么抬得起头？如果谁敢乱说话，我会让他付出代价。陆钊，你就因为一时的喜欢，就什么都不管不顾了？没错，你说的所有顾虑，在我眼里都不是问题。如果有一天，因为我没有选择联姻，我们的生活变得拮据艰难，那也是我能力不足，跟他没有关系。
陆昭，我苦口婆心跟你说了那么多，你是一句都没听进去。妈，我已经成年了，我有权选择自己的人生。陆昭，小溪，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过来好一会儿了，你们的话我差不多都听见了。小溪，对不起，我妈她……没事的，陆昭，你不用抱歉。倒是我有些话想跟陆阿姨解释一下。陆阿姨，您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跟陆昭在一起的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小溪，陆阿姨，您大概还是不够了解我。就算您不反对，我也绝不会拖累陆昭的。不仅是6年后，现在不会，哪怕是6年前最艰难的时候，我也不会。哼，你嘴上逞强倒是容易，但真要回到那个时候，谁知道你会怎么做呢？陆阿姨，您大概还不知道，诺兰他和我很久之前就认识了，他是我6年前的男朋友。你是说，你6年前有男朋友？是，这么说也是，有诺兰这么优秀的男朋友，你怎么还需要选别人呢？陆昭，听到没有？人家小溪有更好的选择。诺兰，他算什么更好的选择？小溪，你别忘了，顾莫宁跟你在一起只是为了报复你。陆昭，你给我闭嘴！没错，他是在报复我，但那是因为6年前父母去世后，我知道自己处境很危险，为了不连累他，所以用最让他难看的方式逼他跟我分手，这才被他记恨到现在。啊！你知道你会出事，你还跟他分手？是的，陆阿姨。所以，陆阿姨您放心，我当时连最爱的人都不愿连累，想方设法把他赶走，又怎么会纠缠陆昭呢？啊，竟然有这种事，我还真不知道呢。都怪你这臭小子，这么大的事儿，竟然一点都不告诉我，搞得我误会小溪。陆阿姨，我父母虽然不在了，但他们教我的为人处事之道，我还是记着的。这些年我从来没有主动向谁求助，更没有让任何人为难过。之前我跟陆昭说要见您和叔叔，也只是因为您是我敬重的长辈，出于礼节想要拜访一下而已，没有别的意思，您别多想。你看你这孩子说的是什么话？我和你顾叔叔当然是愿意见你的，但现在看来，我提出见面这件事，给您和家人带来了一些负担。我跟您保证，这2天就从陆昭这里搬走。搬走？搬到哪儿？苏云溪，你二叔对你没安好心，苏家你回不去，诺兰又居心不良，你总不能去找他吧？你放心，这6年我都一个人走过来了，没什么不能解决的。云溪，你说这种话显得我多刻薄似的。我刚刚也跟陆昭说过了，你父母对我家有恩，我认。只要你不跟陆昭在一起，我是愿意用其他方式报恩的。喏，这卡里有500万，是你父母当初借我们的款项，我来之前就准备好要给你的，你拿好。既然是偿还我父母的购款，那我就收下了。你也不用着急搬走，我没那么不近人情。既然咱们话都说清楚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小溪，我知道我爸妈的做法很过分，也很对不起云叔叔阿姨，我替他们向你道歉。你千万别走，离开这里，你的处境只会更艰难。陆昭，你能帮我个忙吗？什么忙？你说，只要我能做到，我一定会尽力帮你。把我送回医院吧。你要回去找诺兰？我并不愿意跟他继续纠缠，但他帮我联系的医生确实是眼科的权威专家。刚刚你妈妈说的没错，一个眼盲的残疾人确实会拖累别人。我不想这样，我想治好眼睛。那如果诺兰再次找上你，只要能继续治疗眼睛，不管他有什么目的，我都不在乎。反正我也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了。你就这么确定诺兰他为你找的医生是可靠的？我不是相信诺兰，是
是相信那位潜心医学的专家一定会对他的病人负责。好吧，我也了解过那位医生，世界范围内确实联系不到比他更厉害的眼科专家了。不过，你想说什么？你刚刚说之前跟顾墨宁分手，其实是为了保护他，现在他已经事业有成，你不如把实情告诉他，解开你们的误会，或许他出于愧疚会停止报复，甚至弥补善待你呢。我真没想到，有一天这些话会从我嘴里说出来。不用了。为什么？我已经不会期待任何人对我抱有纯粹的真心了。顾墨宁对我的报复，到底是出于当年被伤害的自尊，还是单纯出于商业利益？谁知道呢？我不想验证，更不想知道结果。好，那我送你回医院。老顾，我刚刚收到消息，苏云溪回医院了。走，去医院。刚刚问过医生了，苏云溪明天做手术。帮我去趟收费处，把他需要的费用预存进去。那你呢？怎么不进去？手术前情绪不宜激动，我不能刺激到他。老顾，他到底是不是在意你，可真还不一定呢。我真是想不通，你在他手里吃过那么多次亏了，怎么还这么死心塌地？其实不重要了。我恨了苏云溪6年，这意味着从始至终我都没有放下过他。看出来了。见到他之前，我总想着要报复他，要他后悔当初辜负我。但回来之后，我发现我根本见不得他受委屈，这个也很明显。你说的没错，在苏云溪这里，我已经没救了。就算他当初对我只是玩玩而已，我也认了。所幸，我根本做不出真正伤害他的事。终于不嘴硬了，你真是让我说你点什么好啊？明明这么厉害一个人，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？什么事儿？好，我知道了。老顾，关于苏家以前的事儿有消息了。什么消息？我们查到了6年前从苏家离职的佣人赵阿姨，她是照顾苏云溪长大的近身阿姨。起初我们跟她打听苏家的事时，她一句都不愿多说，直到我们的人提到你的名字。她知道我？赵阿姨说希望能跟您见一面。好，什么时候？赵阿姨已经从老家出发了，正连夜往这边赶。有关苏云溪的事儿，今晚就能彻底弄清楚。走，回去。苏云溪，你的手术时间提前，今晚就进行手术，赶快准备一下，准备进手术室。好。帮我问一下，人还有多久到？大哥，我15分钟前才刚问过，2小时以内你已经让我问8遍了，催得这么急，司机油门都快踩到底了。等等，那就别问了啊！安全为重，这种时候不能出任何岔子。我去开门。老顾，赵阿姨到了。你好，我是顾墨宁。你就是顾墨宁？好，长得这么一表人才，难怪我们小溪那么喜欢你。赵阿姨，你说苏云溪她喜欢我？阿姨，你确定没有弄错？苏云溪她如果喜欢我，又为什么要跟我分手？没错，在我离开苏家之前，顾墨宁这个名字，小溪日日在我耳边念叨，我听过那么多遍，怎么可能弄错？孩子，我知道你肯定有一些疑惑，这些我都可以告诉你。阿姨，您坐。阿姨，您能告诉我关于6年前的事吗？
6年半以前，小溪的父母还没有离开时，我发现这个我一手带大的孩子每天都格外开心。在我的追问下，小溪她偷偷告诉过我，她恋爱了，她喜欢的人叫顾莫宁。他提起我时很开心吗？那段时间是他笑容最多的日子，我只是看着他都能感觉到他的幸福。只是小溪的快乐只持续了不到半年，家中就遭遇了巨大的变故。当时他父母突发车祸，性命垂危，他二叔苏连成带着一众股东在抢救室外宣称要接手苏氏。那时候苏云溪还没有跟顾莫宁分手。没错，小溪是个聪明的孩子，他知道苏连成居心不良，他甚至怀疑他父母的车祸到底是意外还是人为造成的。只是这件事没有证据，他再怎么怀疑也没有用。顾莫宁，我们分手吧。苏云溪，我是你的备胎吗？备胎？你配吗？我是苏氏集团的大小姐，以后是要跟豪门联姻的，你凭什么以为我真能看上你？原来他跟我分手时处境竟然那么艰难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说的那些话一定是违心的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他竟然一声没吭。那时候你们都只是学生，他说出来又有什么用呢？所以他就选择分手，自己一个人面对。是啊，小溪知道他二叔居心不良，咬死不愿将公司交给他，就一个人在抢救室外苦苦支撑了好几天，直到他父母抢救无效，先后被宣告死亡。苏云霞怎么会对自己这么残忍？当时因为小溪不愿放弃继承公司，他二叔开始威胁他，说他有的是办法达到目的。紧接着，先是我给他送饭的时候被人推下楼梯，险些摔断腿，接着他弟弟食物中毒去急诊洗胃。小溪意识到，因为他身边的人都已经身处危险中。那天小溪抱着年幼的弟弟哭着跟我说，赵阿姨她好害怕，她想象不到她二叔会做到什么程度。那时候小溪也只是个刚成年的孩子啊，她没有办法和她二叔对抗，但她又不愿把父母的公司轻易拱手让人，更不愿自己身边的人受到伤害，所以她只能选择最傻的方法，把自己在意的人全部赶走，自己承受一切。所以他把弟弟送到国外上学，又用最决绝的方式跟我分手。我原本是不愿意走的，但小溪联系了我在老家的家属，让他们把我接走。我离开时听到他在跟你通话，约你晚上见面，他的声音那么冷静，但他明明手都抖得拿不住手机了。竟是这样，都怪我那晚上为什么一点都没有察觉到不对劲？孩子，不怪你。小溪是个要强的孩子，他不想被你看出不对，就一定会隐瞒的彻底。这些年我一直放不下他，我总是在想他现在生活的好不好，他和喜欢的男孩子有没有解除误会。所以在我听到你的名字后，立刻决定过来一趟。好孩子，小溪说过你是他见过最优秀的人，做什么都特别出色。他说你以后一定会是个非常厉害的大人物。我今天看到你，我就知道眼光没错。我当不起他的夸奖。孩子，你能不能告诉我小溪现在怎么样了？我对不起他。赵阿姨，小溪的情况还是由我来跟您细聊吧。莫林可能需要冷静一下，我们到附近咖啡厅坐一会儿吧。好。云溪，这些年在我不知道的地方，你心里该有多痛啊！小心！
谢谢你。眼睛不好还到处乱闯，知不知道这样会妨碍交通，给人添乱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苏云溪，6年不见，你当年的骄傲哪儿去了？成了这副模样，让我连怨恨都显得多余。顾莫宁，你怎么能这么蠢？顾莫宁，你明明亲眼看到了，6年前那么骄傲张扬的苏云溪变成了这么怯弱隐忍的样子，你竟然没有察觉到任何不对劲，竟然还沉浸在那些可笑的怨恨中。顾莫宁，云溪说你聪明，你哪里聪明了？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蠢货！他一个盲人又寄人篱下，谁知道这些年有过什么乱七八糟的经历？我带他来体检，是防止他有什么病。我怎么能在别人面前说出这种诋毁他的话？苏云溪，虽然我会娶你，但我不养闲人。你要认清自己的身份，尽到做妻子的义务。顾莫宁，你是个混账！现在给我换鞋。好。顾莫宁，云溪承受了那么多委屈，却还要在你面前遭受这种羞辱，因为你的恶意，他连自己面对的是谁都不知道。当时他该有多害怕！你在干什么？没什么。哭了？你一个瞎子，跟着我有什么好委屈的？云溪在这个家连一句善意的话都没有听到，也难怪他会失望离开。如果诺兰先生你愿意放我自由，我感激不尽。放你自由？你是想流浪街头吗？你以为你二叔还会接纳你？那就不劳你费心了。别整天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。我花5000万把你娶回来，不是为了看你这张哭丧脸的。苏云溪，你眼睛不好，脑子也不好吗？家里是盛不下你吗？为什么非得跑出来添乱？诺兰，是啊，是我错了。我竟然没有意识到自己连送衣服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好。你是来给我送衣服的？小溪，这段时间你一定很委屈吧？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，却还要承受我的恶语相向和故意为难。小溪，这段时间你一定很委屈吧？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，却还要承受我的恶语相向和故意为难。诺兰，我想求你件事，你能不能给我转点钱？我有急用。我说过，我娶你不是为了整天看你哭丧着脸的。顾莫宁，你还是人吗？你怎么能对他这么残忍？老顾，我刚刚接到医院那边电话，云溪的手术时间提前了，现在他已经做完手术了。走，去医院。有人吗？我在这里。苏小姐放心，手术很成功，你放松心态，保持情绪愉悦，过几天就可以拆纱布了。手术成功了吗？真的吗？那真是太好了，医生谢谢你，谢谢。老顾，你还不赶紧进去，站在这里干什么？我就先不进去了。为什么？你去跟云溪解释啊！既然他心里一直有你，那你得赶紧告诉他，你根本没有真的伤害过他啊！他刚做完手术，不适合听这些消耗心力的事情。等过几天云溪彻底恢复后，我再跟他见面。那好吧。云溪，怎么样？陆昭，我看见了。陆昭，好久不见。
苏小姐，你视力才刚刚恢复，注意近期尽量不要流泪。好，我不哭，我忍住。小溪，如果我早些发现这6年错过的那些真相，刚才被你拥抱的人就会是我了。奇怪，为什么我刚才忽然觉得有个人应该会出现在这里的呢？云溪，你在看什么？没什么。医生，我可以下床活动吗？当然，你可以四处走走看看，注意别用眼过度就好。苏云溪，你在期待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呢？你现在终于复明了，可以重新过好这一生了。小溪，你之后有什么打算？我要尽己所能，把之前失去的通通拿回来。6年前意外来的突然，我年纪又太小，这才让二叔一家霸占了苏氏。之后，我要去继续我之前中断的学业，提升自己的商业能力，慢慢积蓄力量，直到有能力夺回苏氏为止。好，只要是你想做的事儿，我都可以帮你。不用了，你能陪我这段时间，我已经很感谢你了。这么客气吗？我妈那些话，到底还是让你介意了是吗？我能理解她。其实，陆阿姨已经算是这些年里对我相对善意的人了。她主动偿还了多年前的欠款，这对我很重要。云溪，其实你现在复明了，我爸妈他们对你不会再有任何偏见了。陆钊，我当着陆阿姨的面承诺过，我们绝对不会在一起，我是认真的。我知道了。那你准备去哪儿？什么时候出发？去国外吧，越快越好。在我没有足够能力之前，不适合跟二叔一家正面碰撞。我准备明天就离开，免得他们发现我复命，再动什么心思。我明白了，那之后我们随时保持联系。当然。老顾，你可真能沉得住气，竟然忍到今天才过来跟云溪正式见面。快看我一眼，我今天这身还可以吗？可以，放心去吧，一会儿我在旁边帮你作证，一定把事情给解释清楚。好，走。护士，住在这里的苏云溪去哪儿了？苏云溪今天出院，已经走了。今天出院，这么快？我去，怎么没人通知我？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。苏云溪去哪儿了？他的手机号为什么注销了？顾莫宁，你来干什么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他手机号注销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就凭我跟云溪已经约定好联姻了。顾总跟云溪的联姻是跟苏联城达成的合作，你问过云溪自己的意见了吗？云溪的意见，我当然会去沟通。陆钊，他昨天才刚刚复明，情况还不稳定，你把他藏哪儿了？你死心吧，我不会告诉你的。干什么？干什么呢？顾莫宁，你休想从我嘴里得到云溪半个字的消息。想见他，你做梦！你放心，就算没有你，我有的是办法找到他。陆钊，你以为你这么做真的在为云溪考虑吗？怎么？难道我该把云溪交给他这种两面三刀，一边把他带回家，一边打压苏氏的小人？你看到的根本不是真相，顾总从来没有真正伤害过云溪。我没工夫听你们胡言乱语。陆钊，你还要耽误苏云溪到什么时候？
我耽误云溪，云溪被你蒙在鼓里那么久，如果不是我，还不知道你要诓骗她到什么时候呢。你这种恶劣小人有什么资格指责我？你没有耽搁小溪，那请问，在我想方设法帮小溪复明的时候，你在做什么？你不顾小溪即将手术，将一切捅到她面前，还让她术前离开医院，你这是在为她考虑吗？你知不知道，给云溪动手术的眼科专家是顾总捐了一座研究院，包专机把人请回来的吗？你不过是查出了我和苏氏的一些浅显关联，就自以为抓住我的把柄，迫不及待到小溪面前找存在感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苏氏现在是苏连城把持，我打压苏氏是在帮他。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再怎么不愿承认，也改变不了你为了在他面前抢风头，不顾他处境的事实。我没有。那请问，小溪家中出事后，你又为他做过什么？6年前，你的家境和起点比我强上太多太多。但凡你真的愿意付出心力想帮他，今天和他联姻的，轮得到我？你不是消息灵通吗？那你有没有打探到，不久前如果不是顾总出手，苏云溪就要被他二叔嫁给吴氏那个60岁的老头子了？陆总大概是不会知道这件事的，因为你只是因为公司业务转移才顺势回国，然后在晚宴上遇到了小溪而已。在此之前，你根本没有刻意打探过小溪的消息。如果不是顾总，你那天根本就见不到云溪。从知道他处境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没打算看他继续落魄下去。你呢？捂着耳朵蒙上眼睛，装作不知道他的苦难，然后靠挑拨离间这种阴损手段，就想要从我手里抢走他。你做梦！6年时间，我白手起家，从一个普通的学生，成为今天身家超你们陆家100倍的投资人。不管是能力，还是对他的心意，我都比你拿得出手100倍。我有的是耐心去挽回他。你知道你和顾总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？顾总嘴上说的再狠，都绝不会真的伤害云溪半分，而你态度装的倒是一往情深，却全是耍嘴皮子，从来没真正站在云溪角度上考虑过。等一下！你们说的没错，我是个什么都没付出，却想靠着卑劣手段抢走云溪的小人。抱歉，我不知道你为他做过那么多事，但其实云溪也已经明确拒绝过我的表白了。还有，小溪当初跟你分手，是为了保护你不被云连城伤害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件事我们已经自己查出来了。你确实比我更适合小溪。这是云溪的新号码。他还没来及走，人就在前面走廊坐着。老顾，手机号我来存，你先找人。小溪，我该叫你顾总还是诺兰先生？对不起，是我太蠢，因为6年前那点可笑的自尊，迟迟没有发现你的苦衷和真心，说了那么多伤害你的混账话。要不你打我吧，打到你觉得出气为止。你都知道了。我找到了张阿姨。很好，既然这样，你也该知道我对你从来都没有亏欠。我知道，对这段感情有亏欠的是我。我也不认为你欠我什么。过去这些年，你虽然一直在报苏热氏，但苏氏管理权不在我手里，所以我没必要计较。另外，后来我弟弟的事儿你也帮了我，所以就当扯平了吧。雨溪，你能不能不要再故作坚强了？一个人和苏连城一家周旋，忍受无望的黑暗，担负弟弟的未来，甚至还有我的误解。你这里早就不堪重负，伤痕累累，但你脸上为什么还要装得毫不在意？别哭，你的眼睛刚刚恢复，不能流泪。我之前不敢见你，就是怕惹你难过。顾莫宁，你说的那些都已经过去了，以后的路我自己会好好走。连这6年我都熬过来了，以后再没有什么事能够难到我。如果我说我能在3个月内把你失去的一切全部夺回来呢？你是说苏氏？但你放心，除了工作，我不会逼迫你做任何违心的事。3个月后，你去留随意。你应该知道
利用我，是夺回苏氏报苏县城最快的方式，不是吗？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帮你是有条件的。这3个月，我要你以助理的身份留在我身边，我会跟你签署协议。如果3个月内我无法将苏氏完整交给你，那我会按照苏氏巅峰时期的市值折现赔偿给你。听起来我没有理由拒绝你。小希，我知道过去6年的经历让你难以相信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人。既然这样，我就用这3个月让你看到我的心意。以顾莫宁今时今日的地位，如果他能帮我，绝对能让我少走至少10年弯路。怎么能确定你是不是有什么算计？怎么能确定你是不是有什么算计？顾总，请多指教。没问题。正好我这边有一些有关苏氏的项目进程，你可以过来看一下。好。之前我给了苏连成一份5000万的合约，约定如不能如期交付，苏氏需要赔偿我15个亿。今天就是交货日期了，显而易见，苏氏已经违约。也就是说，苏氏现在欠你15个亿，你该不会打算3个月后给我一个空壳子吧？别紧张，沉住气。你忘了，我们的协议里可是写明了，3个月后我交给你的一定会是正常运转，市值不低于巅峰时期水准的苏氏。与连城最近的所有合作公司，你都持有股份。他很快会发现，这些项目他全都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。这么一来，苏氏欠下的违约金将从15亿滚动到50亿，就算是巅峰时期的苏氏，也根本无法奉担。这段时间，这笔15亿的违约金项目已经让苏连成焦头烂额，因为他联系不上我，所以开始低价签单抢项目，试图盘活资金链。但是呢，他太着急了。现在，你只要几个电话，苏氏就会彻底破产。这是苏氏旗下目前的所有商业项目进程，你怎么会有这么精确的数据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现在这种情况，你觉得最着急的除了苏林城，还有谁？这还用说？所有跟苏氏有关联的人，不管职员还是股东，现在绝对都不好过。所以，我们的机会就来了。什么机会？你自己看。这是你暗中接触过所有苏氏的股东，苏氏的股东都在着急抛售苏氏股份。不错，但以苏氏现在的处境，根本没有人愿意接手。所以你很快就能以很低的价格把苏氏的股份全部收购下来。这样的话，不出1周，你就会成为苏氏最大的股东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你愿意，半个月之内，你就能把完整的苏氏还给我。但我要做的不只是这些。这个叫赵天的股东，你还记得吗？我记得，他是苏连成的心腹。他这个所谓的心腹欠了9位数的赌债，眼看苏氏落魄，他为了钱已经决定出卖苏连成了。他吐露的一些事对你来说非常重要，但你要答应我，看到那些消息之后不要哭，要保护眼睛，知道吗？我会的。这是苏连成当年雇凶暗害我父母，还有雇人下手暗害我的证据。我直到最近才知道，你被人暗害的那晚就是跟我提分手的当天。这些证据我已经让徐浩递交警方了，这几天警方就会采取行动。抱歉，隔了这么多年，我才帮你讨回公道。不能哭，我好不容易才复明，我不能哭。别难过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谢谢，谢谢你。诺兰呢？诺兰，你给我出来！苏连成、苏云墨。苏连成，谁让你们进来的？我告诉你们，保安马上就过来了。许浩，你先出去。行，我马上让人在门口守着，有事你喊一声。苏云溪，你能看见了？没错，看到我复明，你们是不是很失望？苏云溪，你复明有什么用？你知不知道这个诺兰马上要把苏氏彻底搞垮、搞破产了？没错，苏云溪，苏氏最近欠的不少项目全都面临高额违约金，我们费了很大功夫才查出来，那些注定无法完成的项目背后都是这个诺安在操控的。
终于发现真相了，你们的速度可真慢啊！苏云溪，你听到了吗？诺兰已经亲口承认了，他打着联姻的幌子，从头到尾都在坑害苏氏，你被他骗了，你赶紧回来！回去做什么？云溪，你跟我们一起去报警，告这个诺兰强迫你。没错，诺兰，你跟我妹妹还没有领证，就把人强抢到你家，我们只要追究，你是要坐牢的。诺兰，如果你不想坐牢，就最好坐下来跟我们好好谈谈那些合作项目该怎么解决。云溪，他们说我强迫你，不如你来说说，我强迫你了吗？诺兰先生从来没有逼迫我做过任何我不愿做的事。苏云溪，苏氏可是你父母打拼下来，你怎么能帮着这个男人不管你父母留下来的产业？没错，苏云溪，你才跟了他几天就开始胳膊肘往外拐了，你这么做对得起苏氏，对得起你父母吗？苏连成、苏云墨，现在苏氏濒临破产，你们倒是想起来，苏氏是我父母的产业了。既然是苏氏的产业，那怎么处理都是我的事，你们着什么急？苏云溪，我可是你亲二叔，除了我，还有谁能为苏家考虑？二叔，苏连成，你作为我的二叔，为苏家考虑的方式，就是找人制造车祸害死我的父母，再雇凶把我弄瞎，强行抢走苏氏吗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苏云溪，你父母去世后，可是我们一家人撑起了苏氏，还收留你，养了你6年，你怎么能不知好歹说出这诬陷人的话？他有没有污蔑你，警方自然会判断。徐浩，通知警方了吗？郭总，已经到了。苏连成，根据苏氏集团股东赵天的公诉，你涉嫌故意杀人罪，现在需要跟我们走一趟。什么？赵天？他怎么会指认我？是啊，警察先生，你们是不是弄错了？有什么话到警察局说吧。妹妹，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，你快跟我去警察局，让警察撤案。苏云墨，少在这里做无用功了，你还是考虑考虑，你被强制要求搬离苏家后，你该怎么谋生吧。你放开我，云溪，我们可是一家人啊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夺回苏氏这件事不是短时间就能完成的，你已经筹备很久了，是吗？是，我原本只是想帮你夺回苏氏，后来才知道苏连成害你的事，还好之前准备工作足够充足，才能趁机搜集到所有证据。所以你表面上在欺负我，但其实一直在为我打算。我怎么可能舍得真的欺负你？从以前到现在，向来不都是你说什么我都答应的吗？